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著名影星周润发最近在韩国大放厥词，按照共产党的说法，这是大放厥词，因为他公开指责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言论审查越来越严，电影创作的限制越来越多，导致香港电影的没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当时具体怎么说的。 We have a lot of restriction now. It'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filmmakers. But honestly,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do our Hong Kong Spirits movie. This is our goal. But somehow, after 1997,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change, so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our government, the direction, this is important. Otherwise, we will get very hard to get all the money to build up a story and shoot a movie because the mainland China market is so huge. So we're trying some solution for the way to make a living. 他说出这种话来，我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后果，就是他可能被中国封杀。当然，他也提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香港的电影，他要拍摄的话，他要把中国当做一个最大的市场，否则的话，你这个钱是赚不够的。或者说，一些大牌的明星，他们不可能去拍小成本的制作，只在香港放映。所以说，他们当把这个市场放在中国的时候，那你必须要接受中国的审查制度。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审查，而且这个审查在最近这些年越来越严格，那就导致了香港电影的没落。其实不光是香港电影，整个中国电影都成了扶不起的阿斗，不仅比不过印度的宝莱坞，更比不过韩国。他这次是在韩国釜山电影节讲的这个话，而且在讲話當中也誇獎了韓國電影創作。韓國戲其實好睇嘅就係佢個題材即係好廣闊嘅，同埋即係可能韓國即係電影政府個支持咯，同埋佢哋個自由度好大，所以佢哋個創作人嗰個諗過即係思想會好闊。咁有好多題材我都覺得好驚訝，就係話佢哋夠膽拍呢啲嘅喎，咁樣即係我覺得佢哋即係無限想像力咯，創作力又好犀利咯，咁好睇㗎，同埋好開心，即係興奮。韓國電影跟中國電影最大的區別之一，就是韓國沒有那麼多的限制，他們的題材可以很廣，他們可以自由的表達，這是韓國電影比中國電影更發達的原因之一。在我看來是最重要的原因。人才大家都不缺，設備技術這些都可以從外國引進，而且韓國也是發達國家，它也有足夠的資金，它的市場雖然比中國小很多，但是至少比香港大很多。其實雙方最大差別就是中國有嚴格的電影審查，因為中國不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這是最根本的問題。而周潤發在回答記者問題的時候，把這個要點給講出來了，沒有任何人敢這麼說，雖然大家心裡都清楚。那麼不知道這件事情發酵之後，會不會引發中國網民對周潤發的口誅筆伐？如果真的這個事情傳到中國去的話，因為他剛剛說完就開始做節目了，中國還是半夜的，所以說可能第二天早上起來就反應過來了。但是也有一種可能性，因為周潤發批評了中國，所以全網封殺，大家也不知道周潤發講過這個話，這個事兒也就淡化了，也就過去了。但不管怎麼樣，我想以周潤發的身份地位講出這個話，它的意義還是很重大的，就是讓大家知道中國是一個什麼國家，中國的社會是一個什麼社會，很多事情不是他們電影人的問題，而是這個國家體制的問題。但是97年之前為什麼就沒事呢？那當然因為97年之前是英國管控的時候，他們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去表達，可以去拍各種各樣題材的電影。但是97之後，你已經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員了，中共有他自己那套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文藝制度，從文聯到電影家協會，這些組織都是官方組織，他們都是有黨委書記的，更不要說還有專門的審查部門，從廣電總局到國家網信辦，他們都可以對這些藝術創作橫插一腳，說三道四。我給大家舉個簡單的例子，就是之前這個臥虎藏龍2拍攝的時候，經過中國廣電總局的審查，網上有人公布了這個審查的一個內容，
其中有一页当时就写到，同意这个电影立项，但是有几个需要修改的地方，比如说对白莲教的表述，说不能用白莲教这个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要改为虚构的武林帮派组织。还有反清复明的这个内容建议淡化处理，这毕竟是一种反叛颠覆政权嘛，是吧？所以说共产党很害怕这个，所以他所有审查的出发点都是政治正确，维护稳定。说白了就是他不能够让你在电影里边穿插任何的对今天制度的否定，或者对共产党的批评、指责和攻击。哪怕你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说我要讲反清复明就跟今天反共有什么关系，但是即使没有你这么想，但是他也怕观众会有这样的解读，所以他们会尽一切可能去避免出现这些画面。我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广电总局的立项通知书是很多年前的了，那今天想必会更加的严格，更何况这部电影也是一个中美合拍片，所以说他这里边在写剧本的时候就早就已经进行了自我审查，然后再经过当局的更严格的审查。我记得我看过一个也是广电总局的要求，这个姜文拍的《鬼子来了》需要改的一些内容，几乎每个镜头、每个场景、每句话，广电总局都有要求，所以就更加的复杂，因为那个是涉及到政治、涉及到历史的。这个稍微还好点，这个毕竟是武侠电影啊，是胡编乱造的，所以稍微还好点。就可以看到，就这样的一个审查机制，你什么题材能够讲？这就为什么现在中国充斥了各种各样的虚幻的一些电影，哪怕是现实电影也喜欢跑到泰国去拍，像什么泰囧、唐人街探案、欢乐颂2，还有最近的孤注一掷，这些都是在泰国拍的。毕竟在中国，你要想让穿制服的人出镜，那必须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啊，那必须是国家级的主旋律电影。那他们要拍喜剧，要去搞笑调侃，那只能选择东南亚了。这些题材在中国根本就不能出现啊！什么毒品，怎么可能中国有毒品呢？什么诈骗，中国哪有诈骗啊？对吧？这些都是在外国才有的啊！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有这样的阴暗面呢？总之就是你在中国根本拍不出这样的电影。曾经德国有一个话剧在中国演出，结果被当局叫停。有一个网民在德国的剧院看了演出，在当天的导演见面会上还问这个导演说：“你这个话剧在中国被审查、被叫停，你有什么看法？”导演说：“我惊讶的不是说被禁了，而是一开始获得了演出许可，审查部门也说他们看过了这个话剧，而且知道这个话剧当中有现场的演员和观众的互动环节。结果在北京演出的第一场就出事了。当时剧组说，为了做纪录片，用手机全程拍下了现场的演员和观众的互动。结果在场的政府的审查人员要求没收手机。导演说，能不能直接把录像删掉就算了，我们不会把它播出来。但是对方说不行，因为他们还需要仔细看到底是哪些观众在上面说了那些话。他们不仅不允许这个内容出现在这个剧院以外，甚至在剧院里边现场的观众如果跟台上的演员互动了，你讲出了一些话，他们都要去审查，看你到底是谁，说出这些可能对政府大不敬的话，然后把你们记录在案，这都是你们的黑资料啊，以后批斗用。你说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拍出好电影，拍出好话剧？所以说在中国的真的拍得好的电影，真的且看且珍惜，因为他们都是在夹缝中生存。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演员喜欢为政府歌功颂德，在国庆日，在什么党庆日都要发帖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这不都是为了自己的作品能够被顺利的播出吗？而手握权力的审查部门，他们看到这些演员，这些平日里万人敬仰的大明星给自己下跪，他们当然开心的要命了。而他们正因为手握权力，一句话就可以让一个电影多少亿的投入打水漂，所以他们才能够通过自己的权力，自己私下赚得盆满钵满。你敢说这些广电总局的人员他们没有收受过贿赂吗？你敢说这些影视界的投资人他们能不去迎合政府，甚至是遵守潜规则吗？潜规则可不只是说投资人导演去潜规则那些演员，投资人制片人导演他们的上边还有一个在潜规则他们，不就是共产党的当权者吗？当个电影允许不允许上映只不过是某一个领导一句话的事儿，那么它就必然会产生严重的腐败。当然这种腐败不光是收受贿赂的问题了，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权力的肆意妄为，对中国人的个人权益的肆意践踏。好，这期节目我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吧，希望周润发能够安然无恙。当然我相信他可能也都做好了准备，可能也是半退休的状态了，所以说很多事情他也不在乎了。好，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点击订阅这个频道，还有就是加入会员可以收看会员的专属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